上集我们重新认识了鸡蛋，鸡蛋煮过头，蛋黄变色，不代表不能吃。真正要特别注意的是半熟蛋，它可能含有沙门氏菌，高风险族群要特别小心。不论大的、小的、白色或褐色的鸡蛋，只要够新鲜，就是一颗好蛋。这一集营养师郑子豪继续带我们认识鸡蛋。金姐、文龙和我们一起学一学要怎么分辨鸡蛋新不新鲜，买回家后又该怎么保存才能够延长保鲜？还有吃鸡蛋真的会让胆固醇升高吗？这一集我们继续聊鸡蛋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有时候我发现有鸡蛋买回家哦，不知不觉就放了很久了， OK 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新鲜呢。所以你们煮之前会不会怎么样查说这个鸡蛋新不新鲜呢？还可不可以用呢？其实我还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没有想过，就是要煮的时候你就把蛋就打下去，有时候打就哇水水的惨，不懂新不新鲜，就是但是运气问题只要它没有异味、没有怪味道哦，我们还是照吃。我的做法是只要没有破，我基本上也不管哎。对啊，哦，我打开啊，如果有红红的那个血啊，我就把它捞出来啊，拿出来 OK。然后继续用。啊，对对对，到底这个鸡蛋新不新鲜呢？要怎么判断呢？我们请这个子豪来为我们解答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哈。先说一个东西，大部分时候在本地买的鸡蛋，你只要在保存期限里面的话，大致上都算是新鲜的。但如果你真的已经忘记你什么时候买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很久，然后那盒子也丢掉的话，那还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来判断一下它到底适不适合吃。OK，那我们今天来看几个不同的实验。那这边呢有3个不同的那个水的那个容器，里面有不同的那个蛋的那个状况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要看你的那个鸡蛋新不新鲜呢，其实就有点像是文龙大哥刚才提到的，打开来嗅有没有臭。但是呢，打开来嗅有没有臭的时候，你打开的那个蛋，你不可能做水煮蛋了嘛。对。所以如果你要做水煮蛋的话，你就得用这几个方法来试试看。所以拿1壶的那个清水，然后你把蛋放下去。蛋只要能够沉下去的，都是新鲜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这个蛋虽然我们说它里面可能没有细菌，没有产生空气，它沉下来。但如果呢，你煮了水煮蛋，打开之后，你发现这颗水煮蛋咬下去的时候，有一种腥臭的味道，也不可以，因为它有可能是其他种类的那个微生物造成的问题，但它没有产空气。OK。那如果呢是有那种可能漂浮在一半，甚至整个浮起来的话呢，它的差别就在于漂浮到一半和这种浮起来的，都代表这个蛋里面开始有空气。鸡蛋为什么会有空气？那应该是里面有东西在代谢空气，所以呢，它里面会产生空气的，一般上都是微生物，有可能是不好的细菌，所以这样子的蛋呢都不能吃。那这里有2个不同的蛋，一个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呢，它的蛋黄已经开始破裂，然后蛋黄已经流出来了。然后这个蛋白本身呢，在光线之下的话，你会看到2个部分，一个呢是比较浓稠的，另外一圈呢是比较稀释的。对。所以这种情况呢，就代表这个蛋放很久了，它不一定是不可以吃。只是说不新鲜。对，它已经不新鲜了。你要吃的话呢，你要去煮的话，只要它没有什么腥臭味的话，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新鲜的蛋呢，打出来呢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就它的蛋白呢是属于浓稠的，然后是很凝固的那种情况。然后呢，蛋黄的这个部分呢，如果你要可以尝试的话，你可以拿一个牙签插进蛋黄里面呢，然后你要把它拿上来的那种情况，它可以跟着粘稠的话，它其实就是新鲜的。所以这个也没有到很新鲜，它不算是特别新鲜，因为你的那个牙签放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散开。看这个会新鲜吗？哎，这个还有血丝的哦。这个有可能是那个胡萝卜素的产品。胡萝卜素的蛋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但这个其实它可以拿的比较多，所以它比较新，这算比较新，这个比较新鲜，因为它你就看它不会直接破开。那其实是什么原理哦？为什么那个蛋放久了或者过了这个保质期，那个蛋白啊，那蛋黄会变到稀释掉呢？因为其实蛋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营养成分，它里面也有一些成分呢是有点像是水果熟成的那个过程，所以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它里面有一些成分会自己分解。当它分解之后呢，它就开始变得比较稀释。我个人会建议啊，即使它可能没有臭，但因为它已经放了很久了，我还是建议不要吃，营养一部分一定会流失的。
有时候我打鸡蛋的时候，我一打开啊，那个鸡蛋水，我就知道是不新鲜了。可是这样的鸡蛋还可以吃吗？鸡蛋打出来蛋白如果已经稀释的话呢，就真的是不新鲜。嗅起来如果有臭味的话，就丢掉，就不要吃了。但是如果没有臭的话呢，其实还好，是可以吃的。OK， 想要吃上新鲜的蛋啊，保存真的是很重要啊。如果说鸡蛋要放在冰箱，我想问一下各位哦，你们会放在冰箱的哪一个地方？我家里有一部分的蛋是放在外面的。对。呀，因为我老婆太太说有时候要煮，怕不要有冷的蛋，然后有一部分放在那个白色鸡蛋那个位置，最上层。对，最上层。OK， 我呢最近刚好这个门上啊都满了，所以就刚好放到里面去了。那如果门不满，你会放在门旁边？你会放这里吗？通常也会啦。是，我会放在冰箱，可是因为我这边它没有那个装那个鸡蛋的，所以我就整个放在那里。OK， 就是我虽然是放在冰箱，但是如果明天我要煮半生熟的鸡蛋哦，我会先把2粒鸡蛋拿出来，用那个纸包住，然后放在一个退冰这样子的。就是你明天早上才要用，你今天晚上就把它拿出来的话，先退冰啊。你退冰了之后，你会有温差，温差会让里面的那个营养有些和结构不一样的话，所以最好是直接拿出来就要煮。对，直接拿出来就煮。而且如果你在处理方式不是很好的话，这个温差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。OK，又不要啦，反正拿出来就煮就好了啦。在冰箱拿出来就直接用。对，直接用。在外面拿里也是。对，也是拿着直接用。对，那既然大家的保存方法都不太一样，那子豪你来分享一下最佳的方式是怎么样？其实呢，鸡蛋本身买回家之后呢，你自己就像刚才文龙大哥有说的，你自己要决定说你有多少是要用到的，有多少是要把它冷藏起来的，所以就把它分开来，不要有任何的那个交叉，就是温差不要太大。是，如果你要把它保存的话呢，放在室温底下的就是1个星期就要用完的。OK， 然后呢，要保存久一点呢，你就把它放去冷藏的部分。然后呢，一定要记得鸡蛋买回来，你可以拿干的纸巾擦过，但是你不要拿出来洗。你如果要洗的话，就是洗了之后马上一定要用。那放在冷藏的那个冰箱的这个部分呢，一般上呢，首先第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呢，喜欢放在这个地方。都是放那个地方吗？它设计的那个，因为以前的冰箱有那个蛋架，对，送那个洞的。对啊。可是其实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鸡蛋放在这里，这里是门的地方，所以你每次开冰箱、关冰箱的时候，这里是有温差的。对。所以一旦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出现温差的话，它里面的蛋白质呢结构会分解，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就会打出来像水的那种情况，它很难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所以通常会建议呢，如果你要收鸡蛋的话呢，就是收在里面的地方。有没有分说哪一格？哪一格的话，就得看你其他的格呢是放些什么东西，尤其是那些味道比较重的。你就不要跟那个鸡蛋放在一起 ，OK？ 因为如果味道比较重的跟鸡蛋放一起的话呢，比如说最近榴莲很多的时候呢，你鸡蛋跟榴莲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你打出来的榴莲味会有榴莲味，真的会尽量不要温差。所以如果我做了那个水煮蛋，嗯，我放在冰箱里面，明天才吃可以吗？一天的话，隔夜其实如果你放冰箱，其实还好，但是不可以放室温，不可以剥壳。放冰箱的话，其实就还好。就是如果是放在室温底下的话，壳已经剥开了8个小时。鸡蛋是可以冷冻的吗？生的鸡蛋吗？对。生的鸡蛋冷冻之后呢，它的蛋白质结构会出现你预想不到的变化。就不好。就鸡蛋里面它本身可能会有一些水分的成分。你一旦冷冻的话，水会变冰。当它变冰的时候呢，蛋白质的结构就会分解，然后你那个鸡蛋就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状态，就变怪蛋就会变成。还有你用微波炉，我们煮快熟面，把蛋放在里面，那个蛋黄如果你不打散，它会在里面爆炸。对，你有听过吗？不是，鸡蛋你不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，它的壳还在的时候。没有壳，已经打出来了那个蛋黄。OK， 没有壳的时候呢，你放进微波炉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风险，是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先让它冷却。你不能直接拿一个筷子或一个叉这样戳下去，它会爆开。因为它主要是里面的那个水处在一个
加热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把它的那层薄膜弄破的话，它会蹦开来，所以你让它冷却的话就小心脸呢但是鸡蛋不可以放微波炉，就是没有就生的鸡蛋有壳的放进去的话会爆炸，对，它会爆炸。那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哈，那个鸡蛋壳上面会写2种，一种是 expiry date，有些时候它是写说 best before，其实有什么分别 ？expiry date 就是在这个日期之前，它都是 OK 没有问题，就一过了就不能吃。Best before 呢，就是它在这个日期之前呢，它是新鲜的；这个日期之后呢，它可能没有这么新鲜，但它不会坏。但是可以耐到多久？这个就很难说。你试试看啊。对，所以我还是建议，就是它只要还是沉，只要过了那个日期的话，就真的是打开之前嗅一嗅，真的有臭的味道的话就丢掉了，不要出来。对，就不要让自己拿身体来试验了。请问子豪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去保存我们的鸡蛋呢？在新加坡天气来说的话呢，如果你1个星期就可以把鸡蛋吃完的话，你放在冰箱外面其实是 OK 的。但如果你要做久一点的话呢，你就把它收在冰箱里。但最重要的是呢，鸡蛋买回来不要洗了再收起来，一定要先保持干燥，跟原本的盒子放在一起，把它收藏起来。为什么不可以先洗？你先洗了之后呢，其实会把很多的那个原本的保护层洗掉，细菌更容易进去。OK， 那鸡蛋要保存的好啊，才会有这个营养价值啊，营养不会说白白流失嘛。那到底1颗鸡蛋有什么营养呢？我们来一个个揭晓。我们这个健康宝箱哈，来，我们请第一个文伦大哥。好，第一个营养价值是，这个我们都懂嘛哈。蛋白质。蛋白质 ，OK。蛋白质主要是提供我们身体修复呢，还有肌肉生长的很多完整的必要氨基酸。是。那鸡蛋本身呢，在必要氨基酸里面呢，它可以满足所有22种，所以是食物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来源。OK， 好，那第2种营养是什么呢？金姐。第2种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。胆固醇，哎呦，这个是很多人很害怕的一个东西。可是事实上呢，胆固醇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，它对于我们制造荷尔蒙，还有维持我们的大脑细胞呢，有很重要的功能，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胆固醇的。OK，好，然后子豪自己开第3个，下一个我自己来开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卵磷脂。这个呢，英文叫做 lecithin。那它主要的作用呢，其实帮助我们的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。那同时，因为它是一个乳化剂，所以它其实呢，可以阻止脂肪呢粘附在我们的血管上面，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保护性因素。重要嘞。对。这个是在蛋白，是在蛋黄？在蛋黄比较多。对。OK， 好，君姐。 OK， 好，这个我是。掉了。这个是胆碱。胆碱这个就可能比较少人听过。胆碱其实是我们的神经的一个传导的一个物质，所以呢，有胆碱的话，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很好的保护的一个功能，对我们的记忆力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好哇，所以这个鸡蛋这么多营养哦。是，吃多一点了，要吃多一点。对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哈，来，这个就是微量的矿物质哈。鸡蛋里面有很多的微量的矿物质，在很多食物里面呢，你不容易摄取到。但单单1小颗鸡蛋，你就可能会吃到有铁有锌有硒这些对于我们的造血、免疫功能还有抗氧化功能呢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是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嘛，一颗蛋有分嘛，蛋白跟蛋黄。对。那这营养价值可能也不太一样。所以到底有什么不同？那我们来看到那个蛋白跟蛋黄的差别，你可以发现说，蛋白的蛋白质和蛋黄的蛋白质呢，好像在蛋白比较多，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说，其实蛋白占的空间比较大，脂肪的部分呢，蛋白几乎没有，然后呢，大部分都在蛋黄里面，然后呢，胆固醇呢，蛋白里面也没有，然后几乎所有的胆固醇都在蛋黄里面，然后你看热量就有差别了，蛋白的热量很低，蛋黄的热量比较高，那很多人这样子一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说，是不是蛋黄其实非常不健康？对，其实刚好相反，你所需要的重要营养都在蛋黄里面。对。所以如果你吃鸡蛋，你连蛋黄都丢掉的话，那你基本上把很有营养的部分都丢掉了。刚刚我们这里看的，比如说像那个卵磷脂胆碱呢，几乎都在蛋黄里面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就更明显了。OK。
你可以看得到说，蛋白里面主要就是暖清的蛋白，但蛋黄里面呢，更多的必要氨基酸都在那里。那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差别呢，并不会很大。你看那个其他活性物质就在那里了，叶黄素啊、玉米黄素啊、卵磷脂啊、免疫球蛋白，多数都在蛋黄里面啊。所以你要保护眼睛，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非常重要，吃蛋黄才有。吃蛋白几乎没有的，对，所以像卵磷脂这些呢，都在蛋黄里面比较多。所以呢，最好的建议就是，如果是在发育中的小朋友，包括青少年呢，一定要吃蛋黄。不要把蛋黄拿掉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有些父母亲被胆固醇吓坏了，所以看到小朋友吃鸡蛋的时候会把那个蛋黄拿掉，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件事。所以比较健康的量的话，蛋黄一天是多少最多？建议就是一天1到2颗蛋黄，最多。就身体没有任何的那个健康隐忧、健康风险的话，1到2颗都可以。就很多人不吃蛋黄呢，因为他们要吃那个蛋白来吸收它的蛋白质。好，所以这个蛋白质跟肉类啊、豆腐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跟肉类相比的话，其实它们的结构差不多，因为都是属于所谓的动物性的高等蛋白，就是氨基酸里面22到22种都有。那跟豆腐就可能有一些差别，因为豆腐可能会少一点点。那跟其他的植物性蛋白来比的话，它就比较好了。还跟你说那个蛋白煮太久啊，不是透热太深的话啦，或者没有煮熟，会造成胃很难消化。对，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其实蛋白质的结构呢，你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会把它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复杂的链弄得比较整齐，然后比较容易被我们的胃酸去做一个消化。所以你的蛋白如果没有煮的话，它的氨基酸很复杂，所以它其实是很难消化的。那你煮太久了之后呢，它们有自己里面的一些反应的话，它也弄得很复杂，所以刚刚好是最好的。那哪一种煮法蛋白质才被用于被身体吸收？半生熟到水煮蛋的那一个阶段，其实最好吸收。子浩，我知道呢，鸡蛋是很有营养的啦，但是我可不可以只吃蛋白，不要吃蛋黄？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，因为鸡蛋里面营养最集中的部分呢都在蛋黄，所以吃的时候呢最好把全部都一起吃起来，然后蛋白煮熟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取最完整、最均衡的营养。OK，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，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蛋黄的胆固醇嘛，一天吃超过几颗就会有这个所谓胆固醇的问题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根据研究发现，你一天吃多少颗的那个鸡蛋的蛋黄，跟你身体的胆固醇其实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。OK， 身体的胆固醇呢，更多时候呢是由我们的肝脏制造的，对，所以肝脏制造占了70%左右，所以大概只有38%是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会造成你的胆固醇升高。OK， 所以其实基本上吃多的话，还是会被代谢掉啦。是，它会被代谢掉，因为真正呢会影响我们身体胆固醇的这个东西呢是饱和脂肪。就是所谓的 saturated fat， 然后反式脂肪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所加的那些额外的油啊，还有一些添加剂之类的东西。所以所谓的饱和脂肪，例如什么食物最多？饱和脂肪更多时候都是来自动物类的食物，尤其是动物类的肥肉的部分。内脏也是。对，内脏也是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饱和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煮东西的油。就是所谓的油，不是，就是中油和椰油2种。就中油和椰油的那个饱和脂肪是特别高的，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蛋呢是用中油去煎啊、炸还是什么的话，你就会让它吸附很多的饱和脂肪。所以真正让你的坏的胆固醇升高的，不是鸡蛋里面的蛋黄的胆固醇，而是你用油去炸的那个油造成你的胆固醇升高。如果是橄榄油会不会好一点？橄榄油的话，它的饱和脂肪不高，所以还是比较好的。有些人他们反而是虽然鸡蛋很营养，反而是对鸡蛋过敏。有可能鸡蛋过敏如果出现的话，一般上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。而且呢，如果对鸡蛋过敏的话，这个小朋友一定要跟医生说，因为有一些的预防针它是有鸡蛋成分的，就不行，所以他就不能打那一种的预防针。所以这个一定是从小就知道的，很少人长大了之后才发现，我吃鸡蛋会过敏，比较少见。比较严重的情况才会建议不适合吃鸡蛋，比如说肾脏病的问题，就是他已经必须限制蛋白质，就医生跟他说你要洗肾了，必须限制蛋白质，所以吃鸡蛋的时候呢，就得配合得非常的仔细。然后有一些严重的所谓的尿毒症的患者，尿毒症比较常出现在就是肾病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糖尿病。一旦出现尿毒症的那个情况的话，因为鸡蛋蛋白质很高，所以它不能代谢的话，它的那个蛋白质造成的那个尿素的
毒素会跑回身体里面，伤害器官啊，这种也不可以。对。然后当然就是刚才有提到说，对鸡蛋蛋白敏感的人就不能吃。那有没有哪一种人是少吃？少吃的话呢，更多时候就是得看你煮鸡蛋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本地其实不只是水煮蛋嘛，还有很多的那种炒蛋啊、煎蛋啊等等啊，大葱蛋、芙蓉蛋，包括炒粿条啊、蚝煎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它额外会吃进很多的油脂啊，所以如果有脂肪肝问题的人啊，胰脏不是很好的那个状况啊，甚至你就是像刚才提到胆固醇很高的话，这些已经配合油去处理的鸡蛋的料理就不要吃。对，OK。那比如说还没有吃这个辅食的宝宝，是不是也先建议不要太早接触到鸡蛋？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要开始吃辅食的时候，一般上先从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个糊状的碳水开始，然后才慢慢加入蛋白质。那蛋白质呢，会先建议从鱼肉开始。OK。那鱼肉当你可以开始吃鸡蛋，会说就是先从蛋黄先吃，还是蛋白先吃，还是无所谓？其实无所谓，就是因为你不会整颗鸡蛋给小朋友吃，对，所以通常就是把它做成那个蒸蛋的那种方式，或者是蛋花的方式，蒸蛋啊，用这种方法给他吃。了解哦，因为我现在就在研究说，他开始在吃辅食了啊，开始吃辅食，先从鱼肉开始，然后不要太迟。就不要太迟，等到后面你才给他吃鸡蛋，因为你越迟给他就越容易可能过敏。过敏会出现什么东西？过敏一般上一开始的时候，小朋友比较容易看得到的，主要是他身体会开始起红疹，会开始去抓那个红疹的部分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甚至他的嘴唇上唇的地方会肿，眼皮会肿，小朋友一旦出现这个就要去看医生。这样他要吃什么来补回来？更多时候呢，他如果可以吃肉的话，他一定要从动物类的肉类或者是乳制品那边去摄取，因为你如果单纯只是依赖植物性的食物的话呢，它的蛋白质可能不是很均衡，但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这种真的比较难。其实不用太过紧张，不用一定要跟着教科书这样子去试。其实更多时候就是你只要给他吃我们平常会吃的食物，一样来啊，就是不要一次过全部都给，慢慢给他身体去适应的话，小孩是比较容易能接受。就是一点一点啊，不用着急啦。对，不要急。原来我们天天在吃的这个鸡蛋呢，里面是藏着这么多的学问的哦。是，所以也是谢谢子豪专业的分享，谢谢静姐还有文龙哥，谢谢。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